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语言。刚刚游戏已经更新完毕了，不过我相信各位应该发现不到底更新之前跟更新之后有什么差别。唯一能看到差别的就是博物馆，但是博物馆点进去只是看到第一代统帅它可以提升到第2阶段而已。博物馆之前我们看到的爆料是1800个文物结晶，我升里程柜的时候确实也只是消耗1800个而已。不过各位要注意，当你们按下去之后就不能退回了，等于说是浪费了。那我们点下去，我们去看第2个。我升了里程柜之后，接下来升的就是元力金，因为我用穆罕默德其实比较少，而且我的穆罕默德还没有觉醒。点开查看呢，其实你元力金要升第2阶段也是一样不会涨价。这样看来，你把统帅升到第2阶段，全部都只是消耗1800个文物结晶而已。不过还是提醒各位，你们升的话只是升一些你们有在用的统帅就好了，不要乱去升。虽然是1800颗的定价，毕竟后面你开越多统帅的展位跟文物结晶的时候，消耗的文物结晶跟展位结晶就会越多。那提升了第1统帅到第2阶段的时候有什么改变吗？搭配方面会不会有影响？其实不太会有影响，这点跟刚刚博物馆出现的时候我的讲法是一样的。博物馆只是一个过渡期，它并不会替换掉现在最新的统帅。新的统帅大多数他们的技能都有 debuff、buff 的效果， AOE 加击伤害之类的，所以跟第1代统帅还是有差别。那我们这边看到博物馆呢，只是第1代而已，第2代可能要多几天才会出现。不过升第2阶段也算是比较良心的价格，只是消耗1800而已。其他统帅你是完全没有用到，但是它加成很高的话，你也不要去升。就比方说查理曼、喜德、图特摩斯，你是真的有用到才去升。当然的，最近应该会有不少的主播，尤其是官方主播会跟你讲啊，升了之后很强很强什么之类的，他们就是要忽悠你们去升，升了之后哦，你们又不够文物结晶、展位结晶，就要花钱去买礼包了。各位不要因为买而买，根据需求去购买。再来就是我的游戏里面暂时还看不到东西，可能是有一些王国有一些地区你们是已经可以看了，我的地区是不能看的，因为我有安装台服跟国际服，但是这2个服务器都看不到。可是我去韩国人的伺服器就看到了。不过有可能这个界面只有那些盟主啊，又或者是你已经打完 KVK 接近尾声了之后才看到这个界面，反正在我界面上是完全看不到这个东西的。那官方之前有讲过，之后会增加位置，从原本的300个玩家升到330个。不过在官方之前的邮件有讲到，不同的失落之地他们给的数量也是有所改变。那现在看到是330个，有可能之后数量会变动也说不定。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传说版的征服者奖励，那个我还不清楚是什么东西，只不过现在可以给你们看到，假设说是300个玩家要怎样去区分，你们要怎样分配给其他的联盟。它可以指定说你要整个联盟拿完所有的奖励，又或者是分配给其他的联盟，不限制多少个联盟，只要你把数量用完就行了。这点上面分配还是比较人性化的，但我不能讲联盟啦，这个应该说是军团才对。就算是不同阵营的军团也是可以获得，只不过一个军团里面有5个联盟左右，那你们要怎样去分呢？这个可能要看团主要怎样分配了。我个人觉得这一点还算是不错啦，毕竟之前其他阵营没有办法获得，但是不好的地方还是在于它的数量有限。接着是部队标记的功能，那我看到韩国讨论区他们讲只有盟主阿斯他们才可以标记而已，这样这个官方设计来干嘛呢？我们又用不到。不过它那个标记功能跟我之前想的出入有一点大，我本来想说可以用手机版本像用电脑版本那样，你可以指定哪一些队伍，然后连点之后就选择那几个队伍。不过我看讨论区那边讨论的内容呢，这个标记功能真的只是标记而已就很像我们的军团标记、联盟标记那样，就打个符号在上面就完了。这个标记功能要怎样操作？你们看到队伍的名字旁边有一个紫色的符号吗？点开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个界面。那如果你是做过阿斯啊，做过盟主的话，你对这个界面应该是很了解很清楚了。选择你想要的标记之后按确认就行了。听他们说这个标记呢会随着你的队伍移动的，但你的队伍一旦离开死掉之后，它这个标记就会自动消失。这个标记功能还是蛮特别的。那这个标记功能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？比较大的用途是用在刷 buff 的队伍，通常是打关卡的时候开集结，旁边都会固定放 buff 队伍帮集结刷 buff。那有些玩家可能看不见，以为是敌人来的，就可以打个标记给他们看得比较明显一点。所以说这个功能也不完全是废的功能。再来就是报告方面的事情啦，我相信有很多玩家也是看不到这个界面啦我也是偷回来的这个图片。新的报告到底要怎么看呢？你们可以看到界面它是有2个选项，一个是正常的选项，我们平时看到的报告，
在右边有多出了一个格子，你点开之后看到的界面是这样的，是很清楚的，可以让你直接看到到底击杀了多少，对方总数加起来死了多少的部队。这里写的是韩文，我稍微翻译一下啦。第一个写的是部队数量，第二是阵亡，第三轻伤，第四剩余的部队。然后我刚刚去挖了一下报告，给我挖到一个战斗报告。它这个总览呢是把你全部围殴的部分都放在一个报告里面，直接可以看到。并且这个新的报告查看方式呢，它是有写击杀积分，你们就可以知道哦，这场报告我打了多少的积分总数。毕竟有些部队他们带的兵种是从 T1 到 T5， 你不确定到底是有赚还是没有赚，可以直接看击杀积分。我们看一下总览的部分，战斗数据。最上面的总数是包括你集结的旗帜，还有下面全部围殴的部分，你们自己可以计算一下。像集结就死了79万的兵，然后下面全部都是重伤，你们可以把这些的重伤数加起来，就等于我们第一份看到的总数了。确实这样子整理下来，你才可以更明确看到这个集结到底是赚还是亏。可以看到这里赚到的击杀分数呢是对方的2倍，也就是说这个报告是包赚的。阵亡跟重伤也没有比对面来的更多。我只能说这一次的更新最大最好的地方应该是在这个部分了，报告是真的清楚很多。尤其现在水晶科技的关系，更多玩家他们舍得去围棋子、围要塞、围集结，所以这个报告的出现是真的造福人群了。不过我也相信有些观众应该会学我这样子去拉野人做测试，野蛮人是看不到这样子的报告的。不过如果你们是野战的话，还是可以看到的，不一定要集结住房才可以。野战我们时常被围的关系啊，你可以用这个报告看得更清楚自己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，这个还是很不错的。从我刚刚录到的画面来看呢，只有战斗真正的战争报告才可以这样子而已。接着我们来提一下装备的部分，原本装备的部分为官方他们的显示画面有问题，没有出现到武器，结果现在出现是真的没有武器，只有无件套而已。有2件跟4件的加成，分别是加工程车单位的防御力 5%， 技能伤害增加 5%， 但要获得它图纸的方法要进入征服赛季之后才可以在活动里面获得，也就是说征服赛季之前的玩家应该是没有这个装备的。接着洗练功能呢，其实它是可以自己看到如果它洗练之后会变成什么属性，只有紫色跟金色的军机才可以。你们不知道会转换成什么的话，你们可以看到这里3个词条，你们选择其中一个的问号，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了。我觉得这个看到跟没有看到也是没有什么差别啦，通常洗出来的东西呢应该也不会太好。昨天的影片我有说过，洗练师除了征战成就可以获得之外，商店也是可以获得，可是商店目前还没有上架，不过我个人觉得应该也是不便宜。不过刚刚官方有发了一封延迟的邮件，洗练功能还有宝石游历的功能会延期，可是没有提到博物馆第2代的部分啊。第2代到底什么时候出现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们是已经知道属性了。不过我在头像框那边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，复活节是在下个月才出现，可是官方这边已经出现头像框了，所以是已经确定了下个月复活节是有活动的。那我觉得比较大可能是7000宝石的活动啊，你们也可以顺便查看这一次活动的头像框，包括登峰造极跟活动的，还有包括这一次登峰造极的皮肤，这一次的皮肤真的是头上生花。我个人觉得这个设计有一点单调，跟以往过去的设计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或许有些观众不明白我什么意思，就比方说你们看建筑的构造，它这个也是比较长条一点，它的大门也是比较高比较阔，还有放地毯出来。你们发现到近期的登峰造极皮肤都是类似这样子的，门都是比较高一点的，就感觉设计跟以往的差别是真的很大。我们看一下旧的设计，旧的设计就很明显，你们可以看到它每一个建筑物的特点，像这个像埃及风的这个日本风，北欧的风格，也有一点类似中东的设计，就跟现在新的建筑物比较起来是真的差别很大，比较有特色一点，感觉没有特别用心在新的建筑物上面。最后就是游历跳过的部分啊，我刚刚用我的小号去做了测试，其实还不能跳过。我不懂是我的小号问题呢，还是官方那边还没有开始，各位再忍一忍吧，官方都讲他们会更新跳过功能了，我们就只能再等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觉得更新最大让我最满意的还是报告的部分，是确实整洁了很多，也很方便查看。你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